以后我们生了二胎，二胎若是个女儿，你更疼女儿的时候，我也要吃醋。战印宠溺地道，就算有了女儿，在我心里，你还是排在第一位的，我对儿女的疼爱绝对不会超过你。孩子们会长大，我们会老，孩子们长大后，会有他们的世界，有他们的小家，会离开我们，只有你是陪着我一起到老的。在我心里，彤彤，你就是最重要的，谁都比不过你。海童笑，我先听着，以后有了女儿看看你是否说到做到。老公，几年后我们生二胎，若还是儿子怎么办？要不要追生三胎？战印想了想后说道，不追生三胎了，只生2个，二胎若不是女儿，咱们就死了那条心。大师再厉害，他又不是神仙，也会有算错的时候，没必要为了他的一句话，咱们就追生3胎4胎的。婶婶为了生个女儿，生了3胎还是儿子，又追生第4胎，结果还是老九这个带把的。有婶婶为前车之鉴，战印不想让爱妻多次承受孕育之苦。我也不想生那么多，一个孩子孤单了点儿，2个孩子刚刚好，能够凑成儿女双全，那是最好，凑不成，咱们也认命。你们家几代人都没有生有女儿，又不仅仅是咱们。说完后，海童又笑，我这刚生完1胎，坐着月子呢，就跟你讨论2胎3胎的事了。不过说实话的，宝宝不是女儿，我还是有点失望的。我怎么不像穆晴那样1胎就儿女双全呢？战印又伸手轻摸一下儿子的小脸，又睡着了。喂奶的时候总是这样，没吃几分钟就睡着。放他睡吧，又睡不了多久就哭，是饿醒哭闹的。母乳喂养饿得快，儿子吃饱了再睡。战印轻捏一下小家伙，小家伙被他弄醒，又开始吃了。我早就猜到是这个小子的了，用你的话说，我们家几代以内都没有女儿，咱们才第1胎呢。就想打破几代人的模组，岂是那么容易的事？从知道老婆怀孕，战印就猜到这1胎是个儿子。后来洋洋总是说小姨肚子里有小弟弟，他就更加肯定是个儿子。那你还买那么多公主裙？战印笑，也可以给宝宝穿一穿。不行，万一儿子被养成娘娘腔怎么办？男孩子就要有男孩子的样。你买了那么多的婴儿衣服，他每天不同样的穿，都穿不完那么多呢。用不着去穿女孩子的衣服。海童不允许丈夫让儿子穿公主裙，没有女儿也不能将儿子当女儿来养呀。也是，那就先收藏着，等以后咱们家添了女儿，再拿出来重新洗洗晒晒，然后给女儿穿。小宝宝又睡着了，海童便不再喂他，将他递给丈夫，你抱着他。刚吃了，别太快放躺下，我去上个洗手间。战印边接过儿子边叮嘱他，你小心点，是有不舒服，头晕什么的，要叫我。怎么说也是才生完孩子没几天，彤彤元气大伤的，看他脸色还有点苍白，战印就心疼，恨不得一下子帮他补回来。知道了。海童回应的声音从洗手间里传出来。战印是变得婆婆妈妈的爱唠叨，他却觉得心头暖暖的，那是战印关心他，心疼他，在乎他。等海童从洗手间里出来，看到战印正在小心翼翼地要将儿子放躺在旁边的婴儿床上，别太快放他躺下，怕吐奶。海童连忙提醒他，不让他太快放儿子躺下，再抱会儿。战印又抱起了儿子，说道，要抱多久的？再抱会儿吧，放他睡在我身边，别放到婴儿床去，我们要适应身边多一个孩子，免得你又压到他。战印抿抿嘴说道，我就是觉得他横在咱们中间了。老婆，我知道我最大的情敌是谁了，是我的儿子。战印还在说，对这个情敌我不能打不能骂，还得花钱养着他，疼爱他，供书教学，培养他成才。海童失笑，他长大了娶别人家的女儿回来，就不是你的情敌了，这是你的儿子，亲生儿子呢。你这样说，岂不是不要生娃了？生的儿子就是老公的情敌，生的女儿就是老婆的情敌。战印俊脸泛红，儿子给我抱吧，
你再睡会儿，我晚上睡的。好，你却要起来喂娃，睡不好。海童从他的怀里接抱过孩子，让战印再睡会儿。不睡了，得送洋洋上幼儿园，回来了再睡个回笼觉。战印看一下时间后，要送洋洋上幼儿园了。洋洋喜欢跟他们住，在转学之前还是由他们照顾。暑假到来，洋洋就会跟着他的父母前往江城，以后在江城上学。想到自己照顾了那么长时间的小家伙要离开他们，去江城生活，哪怕以后时不时能回来看看，战印还是万分的不舍。但洋洋是大姨姐的儿子，小孩子还是跟在父母身边更好一点，他们再不舍也要舍的。那你先送洋洋上幼儿园吧。战印以最快的速度换好了衣服，出门时还凑过来要海童亲他一口。海童满足了他又在儿子的小脸上亲了亲，这才出门送洋洋上幼儿园。洋洋出门前也像一仗一样，要跑进来看看小弟弟，亲一亲小弟弟，才肯去上幼儿园。等战印出门后，海童才将儿子放躺下。不久后，老太太亲自给他端着早餐进来。彤彤吃早餐了。老太太将端进来的早餐放在外面的茶几上，然后进了卧室。见海童拿着手机在看着什么，老太太边走过去边轻声说：彤彤，月子里头你要多躺，少玩手机伤眼睛，一定要多躺，别老是坐着，以后容易腰痛的。奶奶。海童放下了手机，笑道：我是刚拿起手机，给宝宝拍了几张相片，我要记录宝宝成长的每一天。奶奶就进来了，我真的没有一直玩手机。奶奶，怎么是你给我送早餐上来？老太太在床沿边上坐下，凑过去看小宝宝，慈爱的低声说道：奶奶想看我的大曾孙子呀，谁送都是一样的，